叫萨尔库伯，是库伯家族的影子。杀人、放火、谍报，一切见不得光的事，都由我们影子来做。为了改变任人欺凌的命运，我主动请缨，为家族征战。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。我不断为家族赢得了征战的胜利，成为了家族至高无上的荣耀。但最后却落得了被家族背叛的下场。萨尔库伯，你背叛家族，私自通敌，我以库伯家新家主的名义下令，即刻将你处死。就是这样对待家族的荣耀的。荣耀？实话告诉你，从你们成为影子的那天起，我就给你们施下了影视魔法。你们成长的实力会源源不断的输送给我，而我受的伤都由你们来承受。所谓的荣耀，不过是为了忽悠你们这群肮脏的可怜虫罢了。再见了，我愚蠢的影子。可恶！若有来世，一定要将你们碎尸万段！这是哪里啊？地狱？但怎么感觉又有些熟悉？赶紧把自己冲干净，一会儿有人带你去个地方。哪里来的大肥婆？什么臭女人！你个毛都没长全的小崽子，还反了你！小崽子，这不是3岁时的我吗？太好了！萨尔库伯竟然真的重生了！这一世，我一定要将你们碎尸万段！哎，3岁，自言自语啥呢？艾伦少爷要见你，跟我们走一趟。艾伦，对了，前世我被选中成为影子时，关于入选仪式的记忆却消失了，想必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下了血魔法。哼哼。疼！该死！这小子属狗的吗？给我松嘴！臭崽子！狗杂碎！太嚣张！这小子竟然有剑术天赋！复仇的机会到了。影视是一种古老的血魔法禁术，施主只需要付出一点血的代价，就能让目标成为自己的影子。影子无法伤害施主，并承担施主所受的一切伤害，同时，影子的成长及能力都将供给施主。废物！一条野犬都能欺负到你们头上，库伯家养你们是吃白饭的吗？对不起，少爷，是属下失职。是属下失职，连本少爷的人都敢斗！来人，把这家伙关进地牢！是。等等，艾伦，那孩子从小没人管，行为举止疯癫一点也正常，但现在不是惩罚他的时候，重要的是宣誓仪式。别忘了母亲嘱咐你的，我们今天要完成什么？真不知道母亲为什么非要选这种低贱的私生子当我的影子。等找到机会，一定要废了他。好的，母亲大人。好了，那母亲先带人出去，不打扰你了。我们未来的小家主，清场只留艾伦少爷一个，剩下的人都出去施隔音咒。
别让任何人打扰了少爷。是，夫人。从今天起，各位就是影子军团的一员了。让我们为了家族宣誓。我以影子的名义宣誓，我们的一生都将奉献给家族。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一切都是家族赋予的。家族的命令，为了家族。一群笨蛋，迷药和圣水都分不清。你们的能力都会供养给我，而我受到的伤害，全部由你们来承受。能感到有力量注入自己体内，影视成功了，没想到这么简单。我简直是天才！得赶紧告诉母亲大人这个好消息。母亲大人，怎么腿动不了了？难道是影视的副作用？母亲大人没和我说过。母亲大人，你还真是个只会躲在妈妈身后的胆小鬼呢。谁？很可惜。你母亲为了不打扰你完成影视，给这里下隔音罩，无论你怎么叫，她都听不见。萨尔，互搏，你怎么会醒着？又怎么会知道影视？哦，这就害怕了。我知道的可不止这些呢。若是我还会逆转影视，阁下又将如何应对呢？哎呀，心脏好痛！为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快住手！我要做什么？前世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被夺走了属于我的一切，而这一世，我不过是以牙还牙罢了。是艾伦的声音。夫人，少爷身体无恙，是消耗了太多魔力，导致了暂时昏厥。至于隔音咒为何会破，是一个家仆在施咒的时候分了神，我已经命人处死了。知道了，尸体丢去喂狗吧。是，不过夫人，少爷好像心神不宁的样子，毕竟年幼，做这样的事难免有心理负担。为什么总觉得发生了什么，但似乎记不得了？艾伦，你不必为那些影子伤神。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，你可是……哼，怎么会呢？我可是库伯家未来的家主，那群贱种天生就该为我卖命，对吧，母亲？不愧是我的儿子，想要什么奖励，尽管跟母亲说。好耶，母亲大人最好了。哼，还真是母子情深，不过很可惜，从今天起，艾伦·库伯就是我的影子了。前世我替家族征战时，发现了记载着完整影视的血魔法目录，我还傻乎乎地将它献给家族。好在我看过一眼书的内容，再结合前世夺回力量的经验，如今只需要付出一点血的代价，就能够逆转影视，对调我和艾伦的关系。尽管如此，3岁的我还是太弱小，不足以与他们抗衡，必须从现在开始变强。火种山崖是库伯家族为了筛选出体质强大、自愿为家族牺牲的影子而设计的考验之地。影子们要穿过荆棘，被神鹰啃食他们的肉体，
哪怕是奄奄一息也不许放弃。直到第1个影子登顶，将获得神鹰格里芬的技术，获得无论被怎么雕琢、攻击都不会受伤的肉身。你们只有3天时间，无论你们运用什么方法，这次测试的标准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活着到达山顶。当然也别忘了，凡放弃者会在3日后被处死。好了，影子们，为了你们的灿烂前程，出发吧！这小子真有够不慌不忙的呀！这是萨尔库伯，昨天惹毛少爷的那个私生子。哦，就是这小子呀！哈哈哈哈哈！竟然不走缓坡，要徒手爬上峭壁，怕不是还没到半山腰就摔死了？愚蠢至极！要不咱现在就过去给他收尸吧？不用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有趣的点子。正好，那家伙也该出来了。什么声音？啊！等等，那是神鹰，那分明就是魔物啊！昨天他惹怒了艾伦少爷，不如借格里芬趁机把他除掉，给少爷助助兴。这个人类，受死吧！受死！经过一事的我知道，想要快速登顶，获得格里芬祝福的办法只有一个。那就是彻底的打败他，然后驯服他。所以，只能够用这招了。一阵一砍3式。还好抓住了。我现在3岁，根本无法发挥出前世的剑术强度。以我现在的体型重量，还没靠近格里芬，就会被他扇飞。幸好还有一个办法，只要到达那个山洞，糟糕，还要用这招，好强的风力！格里芬每从嘴里呼出一个风团，其风力就会强1到10级，依次递增，直到第10个风团呼出，别说1个我，就算是100个我都躲不掉。有了！既然无法躲过，不如就扛下这一击，借着风力到达山洞。影视开！少爷，你怎么又晕倒了？计划成功，趁着现在赶紧进去。想你久，看你往哪儿逃！什么？世人鲜少知道，强大如格里芬，其幼崽却先天翅膀折死，无法飞行。你要对我的孩子做什么？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他的。相反，我能够治好他的翅膀，助他飞行。但是，我有个条件。长官，没声音了。哼，肯定是被格里芬吃了。走吧，去和艾伦少爷汇报。好啊，那我送你们去吧。不过得要先委屈一下你们，去地狱里等他了。萨尔库伯。
不要啊！答应你的我做到了，现在该实现你对我的承诺了。走吧，带我去这片山脉最北部的秘境——石境之地。和我们说好的一样，你去拿什么博尔修斯之剑，然后再帮我拿到能治愈一切的美杜莎的血液。没问题。千真，我的目标可不是那把圣剑，更不是帮助格里芬你。我要的是借着格里芬毁掉这片秘境。前世12岁那年，主母派出影子军团来到这里，为艾伦取得了博尔修斯之剑。影子们为了帮艾伦引开美杜莎的攻击，最终伤亡惨重，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。然而，博尔修斯之剑只能接受 S 级天赋的人，我无法拿起它。身为 S 级天赋的艾伦，轻易拿起了剑斩杀了美杜莎。最终，艾伦成为了被圣剑选中的天才，得到了无数的资源、人脉和死忠的部下。所以这一世，我绝不让艾伦得到这把剑。剑呢？美杜莎的血液呢？怎么只有一堆破石头？门关上了。喂，小子，你该不会再耍什么花招吧？啊，你身后石像。该死！这些臭石头什么时候动起来的？我也不知道。还能重组？这3尊石像都没有五官，和神话中的格莱尔3姐妹一模一样。她们共用一只眼睛，一颗牙齿，而她们和美杜莎都身为海神之女，拥有能够操控海水的力量，所以快跑！跑有什么用？你快想办法找到那把剑！再找了！再这样下去，这里就塌了，我们都得死在这儿。那边的石墙上有符文，说不定有解决的办法。很好，很好，就是这样。秘境坍塌，将一切都掩埋至此。我再通过那个前世就发现的隐藏密道出去，只是这点威力还不够。格里芬，符文上说把最上面那只眼睛摘下来，他们就会停止攻击。上面的眼睛，那就把眼珠子摘下来。竟然变成水了。博尔修斯抢过了格莱尔3姐妹的眼睛，才得知了美杜莎的所在之处，所以眼睛就是格莱尔3姐妹的弱点。那剑呢？能治好我仔的血液又在哪儿？剑就在那里啊！你看，博尔修斯用这把剑砍下了美杜莎的头颅，红色和绿色的血液流下，红色的鲜血能毒死一切生灵，而绿色的鲜血则能治愈一切病痛。不过那只是个传说而已。关于这个秘境，还有一个秘密。秘密？博尔修斯之剑现世之时，就是美杜莎复活之日。好吧，现在出去吧。哼！美杜莎的石像一旦启动，除非使用博尔修斯之剑将其头颅砍下，否则无法停止。怎么回事？格里芬呢？这家伙一看就更不好惹，剩下的交给你了，我可不想死。啊，格里芬还有变小的技能，还好前世已经通过一次秘境，不至于束手无策。
先去拿到圆桌骑士身上的盾牌，通过盾牌的反射，避免不慎直视美杜莎的眼睛变成石头，而且也能够抵挡美杜莎的眼神攻击。不行，光有盾牌不够。密道出口刚刚就已经被摧毁，而我的天赋等级根本无法拿起波尔修斯之剑。错，让事实这么知道，如果不放手一搏，今天就会死在这儿。所以就算是拼上我的全部，我剑轻而易举就被我拿起来了。为什么？我不是天赋过低，无法拿起这把剑吗？哼，区区第几天赋，还好意思去沾染这把圣剑？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？母亲，他还没回来，该不会知道我们要剥夺他的天赋吧？傻孩子，一个失忆魔法就能解决的事儿。到底是怎样？很抱歉，你的剑术天赋也是我的了。发生了什么？这小子竟然挣脱了束缚，毫发无损，简直就是！前世我本有 S 级的剑术天赋，甚至更高。而主母运用某种魔法剥夺了我的天赋给艾伦使用，又消除了我的记忆。原来这就是真相。这小子突然怎么了？事情真是变得有趣起来了。你们都给我等着！算了，趁着这小子发疯，赶紧溜走。格里芬，过来。你，不，阁下唤我何事？等等，格里芬，你可是 S 级魔物啊，为什么要怕他呀？你头铁吗？啊！这小子还不是从一开始就想利用我毁掉木器？唉，看在他能治好我崽的份上，算了。萨尔库伯，我以19格里芬的名义对你赐福，祝你获得无论怎么被雕琢攻击都不会受伤的肉身。感觉身体强韧了不少，一点小伤也恢复了。也好，减少肉体上的受伤，以免一直让艾伦碰伤引起主母的怀疑。除此之外，还必须暂时隐藏 S 级的剑术天赋，以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。格里芬，把它跟你肉仔喝下去，翅膀就会痊愈了。宝贝，你终于会飞了。只是会飞而已。如果他没有在成年之前认主，到头来不过是笨鸟一只罢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只是像是一场好心提醒你罢了。毕竟你也是认主过后才变得如此强大吧。说的确实有道理。当初要不是主人日日用人脑喂养我也不会开启灵智越来越强。只是我上哪儿找个和他一样实力高超又杀人不眨眼的？对呀，萨尔库伯，请你收下我的孩子做魔宠吧。他小小年纪就拥有了远胜同龄人的手段与智慧，将来能超过布莱德也说不定。哼，鱼儿上钩了。行啊，我可以收他为魔宠，但你要和我做个交易。交易？我要得到有关你主人布莱德库伯的所有情报，以及那把能打开库伯家供奉剑迷布莱德之处的珍贵钥匙。
查不出原因。少爷3番2次的晕倒，难道是凭空造成的吗？这种情况到底要持续多久？夫人放心，少爷有那些小影子们给少爷承担伤害，每次都很快苏醒了。这话倒是没错，只不过这件事太蹊跷，似乎从影子宣誓仪式那天起，艾伦就变成这样，一定有人从中作梗。对了，夫人，现在当务之急有一事需要您处理。什么事？萨尔库伯和我们预料中的一样，获得了资质测试的第1，只是什么？只是萨尔库伯利用格里芬把沃克舒之给杀了，还驯服了格里芬的幼崽为魔宠。他人在哪？就在门外，我立马叫他进来。萨尔库伯，进来。夫人，有何吩咐？库伯，你为何要杀沃克舒之？为什么？堂堂影子训练官，就能被我一个3岁的孩子杀死？库伯家不需要这样的废物，不是吗，夫人？没错，就是这个表情，愤怒吧，厌恶吧，还有什么底牌尽管的使出来，我绝不会说一个怕字。高阁，奖励萨尔库伯去伊甸群疗伤吧。是，夫人。多谢夫人。伊甸泉呢？哼，巧了。加快剥夺魔法的研究速度，在剑灵传承仪式之前，一定要将萨尔的天赋剥夺给少爷使用。是。一旦艾伦毫无剑术天赋的秘密暴露，继承人地位就不保了。臭小子，暂且放你一马，看你到时候还怎么嚣张。主人死前运用禁术将自己的灵魂封印在了伊甸泉底，为的就是将毕生所得的剑术传承给拥有 S 级剑术天赋的继承人，保证库伯家在帝国的地位不倒。你进入泉底后，顺着暗流潜游，就能进入一个地下洞窟。这把钥匙会指引你见到的人，但伊甸泉似乎另有蹊跷。我与主人分开太久，具体什么情况也不清楚。唯一能告诉你的是，主人运用的是血魔法，没那么好对付。血魔法，蹊跷。看来想要赶在艾伦前面得到剑术传承，并不简单。喂，这就是那个获得了资质训练第1的萨尔库伯。没错，他还驯服了格里芬的幼崽呢。好厉害呀！厉害什么？区区娼妓之子罢了。恭喜啊！没想到你看着跟瘦猴似的，跑得也跟瘦猴似的快，第1个就到达山顶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前世他们表面是我的部下，实则是艾伦安插在我身边的棋子，老是给我制造麻烦。不说话是吧？我倒要看看你那无坚不摧的肉身有没有用。好啊，给你看个够！砸中，找死！什么？抱歉，一不小心就把这家伙拿来当肉盾了。正好这泉水能够疗伤，好好在里面待着吧。这一世，我会给你们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，成为我的棋子。非魔法的气息，这等不亚于血魔法的邪恶禁术，怎么会出现在能够治愈伤病的泉水之中？兴许这就是格里芬说的蹊跷。但不管怎样，这水是不能下了，得要想个办法，滴水不沾的进入泉底才行。救命啊！
悉的声音是：端茶送水都做不好，我看你就是欠打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求求你，放过我！安德利亚，还敢顶嘴，反了你！杀人了！快去举报！外头，你没事吧？是白马王子吗？我是不是吓到他了？哦，抱歉啊，吓到你了。没有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我叫安德利亚，你呢？安德利亚是我前世的挚友。你看看你，怎么又受伤了？他拥有远超同龄人的魔法天赋。你放心上吧，我来辅助你。我们也曾短暂的并肩作战过一些时日，当然，还有萨尔。其实我一直库伯先生是吗？总之，谢谢你救了我。5岁时的安德利亚也未免太可爱了。没事，这是一名绅士该做的，你叫我萨尔就好了。不过，安德利亚，你知道有什么办法能滴水不沾的进入泉底吗？安德利亚的话，应该有办法。哎，难道你也发现了吗？什么？这泉水之中有奇怪的魔法，虽然能治好伤病，但从此以后就不能再接受其他治愈魔法，只能靠着泉水疗伤了。原来如此，看来这也是库伯家控制影子的手段，让影子在忍受伤痛的同时，又只能求助于家族。不过，为了感谢你救我，我当然有办法让你滴水不沾的下水。看，这叫鸭子魔法。鸭子魔法能让人像鸭子一样，虽然身处水底，但羽毛里面不会被水沾湿哦。这不就是隔绝魔法吗？安德利亚的取名能力还是一如既往的强悍。就在里面，就是那个小子杀了人。糟了，他们要来抓我们了！快跑！泉底的暗流，应该就是那个地方。萨尔，醒醒！就是这里吗？啊，这是什么？宝石之钥，能够打开供奉剑灵之处的钥匙。只是这里并没有什么门，如何使用钥匙？兴许是需要召唤的。召唤？虽然不知道剑灵是什么，但我可以试试。钥匙啊钥匙，请你听取我的呼唤，去寻找你的主人，开启他所在之处的大门吧。不好，安德利亚出现了！安德利亚，安德利亚！没办法，只能将他暂且安顿在这里。用前世安德利亚教会我的隐尸魔法，将他暂且安顿在这里。万一有危险，也不容易被发现。毕竟想要得到剑灵的传承，想必是一场恶战。虽然早做好了准备，但这时，有客人来了呀！伊甸泉，对外是温泉药浴，实际上是库伯家专门安置侍妾的声色场所。而我此刻才知道，那些侍妾的真正命运。所以他们最后都变成了剑魔的养分。
S 级天赋的味道。他怎么知道？莫非你是艾伦库珀，那个据说一出生就拥有 S 级天赋的小鬼？但你看上去不像养尊处优的样子。我猜猜看，还是说你只是一个来获取传承的私生子罢了？我可不会白白交给你，不被复活阶段。放心，来就是要杀你。我是我布莱德库珀的后代，够了！但你还是太弱了，小鬼。格里芬的祝福，没想到那只傻鸟认可了你。说来，好久没见到格里芬了。布莱德当年为了封印灵魂，牺牲了大半力量，所以要得到传承。凭我现在的实力，还是有一线可能。这是尽我全力！你死去太久，还不知道这100年间，帝国已经研究出了几种应对血魔法的秘术。现在只要取下你的心脏，就能强制获得传承了。不要啊！不要啊！好怕怕！什么？有趣，太有趣了！好久没有逗过小老鼠了。不过，游戏已经结束了，我不想玩下去了。你的确有点实力和天赋，只是还不够妥善得到剑术传承。用血操控血龙啊，好强的力量！攻击太密集了。圣剑守护，用我尔修斯之剑的抵御魔法。没用的。你应该知道，猫咪玩过老鼠之后，都是要将老鼠吃掉的吧？血液、魔力都在流逝。倒是你的气息好熟悉啊，就好像我之前吃过的某个侍妾的味道。或许那个人是你的母亲。母亲。正好，让我尝尝他孩子的味道。睡吧，睡吧，我亲爱的宝贝，妈妈的双手轻轻摇着你。母亲，这是送你的。萨尔，对不起，妈妈要离开了。母亲，你妈不要你了！狗杂碎，区区妾室之子，怪我！呸，没人要的东西！不会的，母亲不会丢下我的。原来是你杀了我母亲！是血灵，区一个小鬼，怎么也会使用我的血魔法？小鬼，燃烧自己的血液，也要杀掉我吗？刚刚释放血灵，用了太多力量，再吃几个女的婆婆。吃吗？我问你，我的母亲好吃吗？
小鬼已经疯了，得出去再吃几个世界，不然再这样下去，阿志勇，别杀我！我可以附在你的剑上，做你的剑灵，提高你的。你根本不配！剑术传承吸收后，印记在体内。差点忘了，从出生起我就没有母亲，那一切不过是我可笑的幻想罢了。不是的，你不是怪物，妈妈一直在你身边。啊，萨尔！萨尔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浑身都是血？你哪里受伤了？我为你治疗。前世安德利亚也是沦为了侍妾的结局。萨尔，这一世我绝不让悲剧重演。剑灵消失，家族争端四起，伊甸城的看守全被处死。流言中，萨尔被指为剑灵消失的元凶，但无凭无据，主母只能变本加厉祸害，但萨尔都毫发无损地度过。少爷，饶了我们吧！就你们这点实力，还想赢过我？不敢，不敢，还是您厉害。早就听闻贵家族的艾伦少爷，生来就是 S 级的剑术天赋，今日一见，果真名不虚传。过奖。哇，快看那边！呼，哈哈，上！真吵。迎刃！这招数，普通人这个年纪还停留在铁剑学徒的位置，而这个孩子明显已经达到了银剑守护者的阶段，简直不可思议。杂种，竟敢抢我风头！喂，你敢和我比一场吗？哦，如果艾伦前世的天赋是从我身上剥夺的，他原本的实力会是……好啊，正好趁着这次机会，好好探探他的底。来吧，正好趁这次机会，假装失手杀了你。哦，好耶，少爷，打败他！没错，艾伦少爷，让他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剑术天才。冲啊，少爷！很好，能赢。用点力啊，大少爷！难道主母都不给你吃饭的吗？什么？不可能！母亲说过，以我现在的力量，家族里没有对手的。好弱呀！甚至剑上所附属的魔力也很虚无，是人为增幅的。这家伙根本没有剑术天赋。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刺激！隐刃，出此三式！少爷！眼睛，我的眼睛！看来是我误判了，艾伦少爷的实力也不过如此。刚刚那些被打倒的家仆，该不会是装的吧？您失礼了，艾萨克公爵。抱歉，抱歉。毕竟艾伦少爷和我优妹有婚约，我可不想妹妹以后嫁给一个没用的男人。您多虑了，要不是皇室赐婚，您的妹妹有没有人娶还不一定呢。您再说一遍。不打扰了，别忘了10日后我们两家的联合行动。库珀公爵，告辞。艾伦这个废物。那个小影子叫什么？回家主，他名叫萨尔，是您与侍妾的孩子。至于是哪个侍妾，并没有记载。哦，我的儿子，怪不得剑术如此高超。把他带到我书房。是。
家主，有何吩咐？看着不到一点天赋力量，是故意隐藏实力，日后好争夺继承人之位吗？是有几分心机，可惜终究是个毛头小子，太容易被看穿了。10日后，你带领影子第10班与艾萨克家族的队伍一同前往仪式的水晶城，为家族取得龙蛋。这是能触发水晶城传送阵的剑。想要取得龙蛋，无论怎样都会激怒城里的龙。这次莱昂派我去，他是没安好心。哼，不过收集龙蛋的机会怎么能错过？遵命，家主。但是我有个请求。请求？萨尔，你不是跟家主说我是作为随行侍女而来的吗？但我却这样做了一路，不太好吧？没关系，他们不会有意见的。对了，对，